1983年，冷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就在几个月前，执掌苏联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在一场意外之中被金属栏杆砸到后脑，陷入昏迷。苏联领导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迎来了权力的更迭。刚刚易主的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笼络海湾国家，在中东地区扩大苏联的影响，来扭转阿富汗战争所带来的不利局面。1983年3月，莫斯科方面透过秘密渠道向伊朗、叙利亚、南也门等国提供政治支持，输送武器，在中东对抗美国势力。到了6月份，欧洲也开始动荡起来，苏联的经济每况愈下，新生的苏联领导层无法继续向东欧的盟友们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和援助，引发了苏联各个加盟国的不满。到了8月份，曾经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开始转向北约国家，正式向以英美为首的北约等国请求经济和军事援助。一时激起千层浪，莫斯科高层担心南斯拉夫一旦加入北约，极有可能导致华约的崩溃，苏联阵营将在几年内被蚕食殆尽。因此，正如同当年布拉格之春以及匈牙利革命中莫斯科所做的那样，苏联红军的坦克开进了南斯拉夫的街道，引起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北约的抗议，局势已经有了失控的迹象。10月31日，南斯拉夫的地面战争扩大，苏共领导层一不做二不休，按照紧急预案入侵芬兰，第二天又对挪威宣战。数百万苏联红军开始对四面八方的北约部队和基地展开大规模的空中和海上攻击，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再到波罗的海，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11月4日，苏联和华约的装甲部队在苏联航空兵的掩护下冲破伏尔达缺口，直插西德心脏，展开了对北约的地面进攻。然而，重新集结起来的北约军队在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进行了强有力的抵抗，受到组织的苏联人开始在前线使用化学武器。11月9日上午，由于无法阻止苏联人的有效推进，北约意图通过核信号，也就是用核弹摧毁一座城市，来向华约集团表明态度，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推进，避免全面核战争。但一座城市的毁灭根本阻挡不了苏联人的钢铁洪流，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没有妥协可言。第二天，北约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扩大核武器的使用范围，用全面的核反击彻底毁灭对方。红色按钮即将按下。既然我们如今还站在这里，那就说明以上的这些事纯属虚构。除了勃列日涅夫的脑袋是真的被铁栏杆砸到昏迷以外，其他的故事只发生在幻想里。不过要说这个故事完全是幻想，倒也不太准确，因为这是1983年北约神射手演习的内容。时间回到1983年11月7日，100多名北约高级军官齐聚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北约总部里参与代号为神射手的兵器推演。这是北约年度演习秋季锻造的最后一部分。当天的气氛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差不多等于一群北约军官来到布鲁塞尔玩了一天升级版的桌游。然而这群北约指挥官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开开心心下班回家庆祝军演圆满结束的时候，几千公里以外的苏联人疯了。因为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并不认为神射手只是一次演习，他们以为这是北约先发核打击的烟雾弹，以美国为首的邪恶帝国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让苏共高层做出如此反常的推断，差点毁灭世界呢？这个事还真得从勃列日涅夫说起。1981年，时任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会同安德罗波夫在一场闭门会议中，向苏联的部长和委员们宣布，美国正在秘密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打击。而为了对抗这一威胁，安德罗波夫下令启动瑞安行动，利用克格勃和格鲁乌庞大的情报网，搜集美国人发射核弹的蛛丝马迹，为苏联提前预警。瑞安是俄语中核导弹袭击的缩写，这是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和平时期情报活动。在安德罗波夫的授意下，苏联人撤出了大批特工，三班倒的监视有权决定发动核打击的高官，具体实施打击的军方技术人员，以及储存核导弹的设施等。他们的目的就是找到美国人发射核打击的迹象，在导弹发射之前将情报透露给苏联，好让苏联人反将美国一军。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很合理，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安德罗波夫到底是从哪儿听说美国会对苏联发动核打击的？首先，这归结于里根政府的强硬立场。不同于他的前任，也就是有着老好人外号的卡特总统，里根从一开始对苏联的态度就十分强硬。在里根看来，卡特哪儿都好，就是对苏联太纵容了。勃列日涅夫的强硬都是给他惯出来的，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出重拳，限制苏联的战略和全球军事能力，让苏联人知道谁才是地球一哥。
1981年2月起，美国开始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其中最知名的要数一系列海军渗透行动。例如，以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为首，83艘北约军舰保持无线电静默，利用雷达干扰和虚假信号，浩浩荡荡地穿越了格陵兰、冰岛、英国之间的空隙，竟然在没有被苏联雷达和卫星发现的情况下，抵达了科拉半岛的外海。只要我们稍微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多险要了。苏联海空军的大部分战略部队都驻扎在此处的摩尔曼斯克基地。现在大家应该能理解美国人在冷战末期到21世纪初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各类武器的隐身性了吧？此外，美国海军在巴伦支海、挪威海、黑海和波罗的海也经常进行骚扰活动。美国轰炸机会大摇大摆地飞向苏联领空，并在最后一刻撤离，为的就是采集苏联人的雷达信息，评估苏联防空设备的响应速度。这些活动让苏联人大为恼火的同时，也让局势和冲突不断升温。到了故事开头的1983年，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到达了巅峰，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新事件发生。这年3月23日，里根宣布了战略防御计划，而这个计划还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做星球大战。虽然在里根的描述中，星球大战计划是为了阻止核战争的发生，或许他真的认为轨道上的激光武器真的可以为人类结束核战争的危险。虽然现在的我们都知道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基本上是一个骗局，但苏联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竟然把这事当真了。3月27日，安德罗波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亲自严厉回应了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他郑重警告美国人，战略防御计划可能会导致各类战略武器的军备竞赛。1983年4月，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了83-1号舰队演习。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北太平洋规模最大的舰队演习。大约40艘美国军舰、23000名船员和300架飞机从阿留申群岛出发，逆时针向勘察加半岛移动，以激怒苏联，迫使苏联做出反应。这场演习最危险的时刻要数4月4日，6架美国海军 F-14熊猫战斗机从美军航母上起飞，飞越千岛群岛上的苏联军事基地进行模拟轰炸。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沃特金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苏联在勘察加半岛就像是一只拔了毛的鸡，而且这个时候的苏联防空部队已经开始有些神经质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记录显示，1983年4月，海军在千岛群岛的轰炸行动之后，苏联对边境安全的担忧已经升级为偏执的程度。安德罗夫本人严定绝不姑息任何形式的边境入侵，这就直接导致了9月份的悲剧发生。9月1日，大韩航空007号航班在勘察加半岛上迷航，在飞越苏联禁飞区时，被苏联拦截机在日本海上空击落，机上的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还包括了美国众议院议员拉里·麦克唐纳。而最为凶险的时刻还是要数1983年9月26日，代号为眼睛的苏联轨道导弹预警系统报告称，美国境内发射了1枚洲际弹道导弹，不久之后又有4枚洲际导弹向着苏联的方向飞来。当时值班的佩特罗夫中校认为，美国的全面核打击应该是数千枚导弹同时发射，而不是那么1-2枚，因此将该警告视为计算机错误，拒绝向上报告。随后的调查显示，该系统确实出现了故障，苏联卫星检测到的核导弹其实是高空中云层反射的阳光。与此同时，美国那边也没闲着。1983年10月25日，美国入侵格林纳达，8000名美国士兵再加上一个航母战斗群，在3天之内就控制了格林纳达全境。入侵一个中美洲小国本身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格林纳达是英联邦国家，从法理上来说，这里是英国女王的领土。而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军发动进攻前3个小时才得知具体消息。大家可能会问，美国人入侵格林纳达和苏联的核预警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苏联人认为核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迹象。大家知道，美国和英国是北约2个主要的有核国家。如果面对苏联发动核突袭，这2个国家协商一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核弹发射的协商必定要大量使用最高级的加密线路。而在10月底，苏联特工观测到了大量的机密消息，但问题是，英美通信的内容是关于格林纳达的扯皮，而不是为核弹发射做准备。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美国计划于1983年向德国境内部署全新的潘兴2战术核弹。这种导弹虽然射程不远，只有1800公里，属于中程弹道导弹，但它却可以机动部署在西德境内，而速度超过8马赫，精度也更高。明斯克、基辅和华沙都要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只要10分钟不到，潘兴2导弹就能摧毁苏联绝大多数的前线机场和阵地。在上面的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神射手83演习开幕了。
1983年11月7日，当苏联情报部门的特工开始进行日程的监视行动的时候，他们惊恐地发现，监视对象进入了预定的工作岗位，19000名美国士兵和1500吨物资在无线电静默下被空运到欧洲，重要人物被转移，连女王办公室都草拟了一份发言稿，鼓舞英国人民在核战背景下坚守岗位。而由于之前发生的世界事件，为世界政治外交环境渲染了相当紧张的氛围，以及这场演习特别逼真的性质，一些苏联领导人开始对这次演习是不是真的演习发生了怀疑，生怕美国人弄假成真。这个演习有多真呢？有一位退休的北约军官告诉记者，他当时在挪威奥斯陆郊外的掩体中负责接收和传递北约总部的加密消息。随着几天演习过去，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问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假装演习，而实际上真的要发射核武器，应该怎么办？和他有相同想法的还有苏联高层。根据当时的克格勃伦敦局负责人奥列格回忆，11月8日，莫斯科总部疯狂地要求伦敦局提供北约首次核打击的进一步信息。对于克格勃来说，这样的事态是十分少见的。与此同时，在苏联境内，除了侦察机以外的所有军用飞机全部停飞待命，确保可以第一时间升空拦截美军轰炸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卫星还观测到了多枚 SS-20 和 SS-19 机动战略核导弹被苏联人调至指定位置等候发射。根据中情局的报告，苏军在东德和波兰的轰炸机已经挂上核弹，做好了出击的准备。但他们同时认为这些飞机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如果战略轰炸机群有所动作，那么根据苏联的军事程序，遍布苏联境内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应该也做好了发射准备。那么这场盲人摸象般的闹剧到底是怎么结束的呢？实际上，北约情报机构也观测到了苏联的战备状态提高，但美国驻欧洲空军副参谋长伦纳德 ·H· 佩鲁兹中将却向上司提议，不要提高北约部队的警戒级别。他认为应该等到演习结束后再观察苏联人的行为，以确定苏联人的异常举动到底是他们自发的，还是由北约演习引起的。他的这个建议有效地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升级，苏联人看到美国人没有进一步动作，也逐渐放下心来。11月11日，神枪手演习结束，美国大兵们打道回府，而苏联边境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次神射手83事件对里根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他的外交政策从与苏联对抗转向和解。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称，在得知苏联人可能会误以为北约会发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时，里根对此非常沮丧。他不相信北约的常规演习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乃至人类的灭绝。里根在谈论美苏关系时坦言，他十分惊讶地发现，苏联高层的许多人可能是真的害怕美国人，他们认为美国真的有可能会先发制人向苏联发射核武器。里根还说道，如果真的是这样，他希望把每一位苏联高层领导人单独约出来，告诉他美国对苏联没有任何企图，而俄罗斯人也不必害怕我们。